千万不要下载这款 APP， 因为它能精准预测你的死亡时间。当屏幕上的倒计时归零之日，那便是死神来临之时。这晚当派对气氛嗨到顶点时，小黑突然掏出手机，打开了一款号称能预测死亡时间的 APP。众人起哄要玩点刺激的，于是他们定下赌约，谁的剩余寿命最短，就要干掉桌上那10几杯酒。小丽本来缩在一边装蘑菇，可架不住卷毛连拉带拽，只好不情不愿地下载了软件。随着此起彼伏的提示音，结果陆续揭晓。小黑得意洋洋亮出63年，卷毛和长毛分别是32年和40年。轮到小丽时，她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原来她只剩3小时了。众人哄笑着拍她肩膀，说要是真相信这软件，老了卖你保健品。桌上的酒太多，戴夫作为小丽的男朋友，自告奋勇地替她灌下喝不完的酒。凌晨2点散场时，戴夫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但他还是逞强，执意要开车回家，还让小丽放180个心。醉驾这一块，戴夫有2下子，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铁子们可得记住了。小丽看着男友通红的耳根，心中不祥的预感愈演愈烈，她果断下车回家。转身时，余光却瞥见有个黑影一直跟在她后面，好像在挑战护送100个陌生女性回家。更诡异的是，家门口的垃圾桶上赫然立着一个纸人。就在小丽仔细打量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这铃声简直是昆山玉碎凤凰叫。屏幕上的倒计时数字跳得比心跳还快，上面显示她的寿命只有不到2分钟了。小丽本以为高考剩5分钟的时候，还剩半边卷子没写完，已经足够窒息，但此刻才是真正的绝望。她赶紧回到家里锁紧大门，可还没站稳，就听到浴室窗帘后面的声音。小丽从高空坠落的那一刻，手机上的倒计时刚好归零。与此同时，戴夫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一头栽进路旁的树林里，车身扭曲变形，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的额头被划开一道血口，但所幸8字比铁还硬，但估计这次祖先也是在底下把人情求遍了。然而副驾驶的位置却被一根断裂的树干直接贯穿，如果小丽当时没有下车，现在恐怕已经被钉死在了座椅上。可惜无论怎么逃，漂亮的小丽还是早早就下线了，甚至恶魔还给她体贴的上了双保险。第二天，医院的白炽灯照得人头晕目眩，大夫躺在病床上，他还有10几个小时就要做手术了。护士奎恩见他脸色惨白，便轻声询问情况。大夫声音发颤，说起了那款诡异的死亡预测软件以及小丽昨晚的遭遇。更可怕的是，他现在也只剩下10几个小时了。奎恩听完笑了笑，安慰他这不过是无聊程序员搞的恶作剧，让他别太紧张。可当手术时间临近，大夫的情绪突然崩溃，他无意间瞥见走廊的玻璃窗上浮现一道黑影，像是一张模糊的人脸。他猛地回头，身后却空无一人。然而下一秒，玻璃砰的炸裂，吓得他连滚带爬冲进楼梯间，死死关上门。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戴夫慌张后退，没想到此时楼梯间所有灯光都熄灭了，黑暗瞬间吞没了一切。戴夫颤抖着掏出手机，刺眼的倒计时赫然显示着还剩1分30秒，他的呼吸几乎停滞，拼命推门，门却纹丝不动。恍惚间，似乎有人推开了防火门，他屏住呼吸四处打量，突然一个黑影嗖的一下窜了上来，脚步声一步步逼近，戴夫的心脏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腔。他死死盯着楼梯拐角，握紧手机，冷汗浸透了病号服。然而那脚步声却诡异地从他头顶传来，他猛地抬头，手机灯光照向高处，小丽正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奎恩接到戴夫的死讯时，整个人如坠冰窟。他猛然想起昨天和同事玩闹时，自己也下载了那款死亡倒计时软件，而屏幕上刺眼的数字显示他只剩下2天。他强忍恐惧，跌跌撞撞冲进病房，一把抓起戴夫的手机，试图查看他的倒计时记录。可手机锁屏密码成了天大的阻碍。慌乱之下，他甚至冲进太平间，掰开戴夫僵硬的手指，尝试指纹解锁。失败后，又颤抖着撑开他冰冷的眼皮，用面部识别强行解锁了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刻，倒计时果然归零。奎恩双腿一软，几乎瘫倒在地。奎恩的命运好似死神来了的受害者们，只不过一个用手机 APP 发通知，一个靠梦境搞预言，两者都让主角们提前收到死亡通知。然而知道结局不等于能改变结局，试图逃避反而会加速死亡进程。死神来了系列里，角色们总想用各种脑洞大开的办法骗过死神，可最后往往死得更惨更奇葩。倒计时里的奎恩们也是拼命改数据躲诅咒，不料恶魔早就把违约条款写在了用户
协议里，死神来了的死亡设计充满意外巧合，比如一个螺丝松动引发连锁反应，倒计时则更阴险，直接玩心理战，用幻觉逼自己走出安全区。两者都证明了死亡最喜欢戏弄怕死的人，你越挣扎他越来劲。不过死神来了走物理路线，搞出来各种离奇事故，倒计时则专挑心理阴影下手。最惨的是主角们明明收到死亡提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倒计时归零，这种等死的感觉比突然暴毙还折磨人。回到工作岗位后，他整个人魂不守舍，连父亲的电话都敷衍应付，借口周末加班，推掉了给母亲扫墓的安排。因为倒计时显示他的死期正是那天。就在他精神濒临崩溃时，主治医生威廉突然叫住了他，说有重要的事要谈。可刚进办公室，威廉就露出真面目，动手动脚试图侵犯他。奎恩尖叫着拼命挣扎，这才逃过一劫。夜幕降临，奎恩蜷缩在电脑前，疯狂搜索关于死亡倒计时的信息。很快他找到了小丽的死亡新闻，底下的评论区里，无数人声称自己也是这款软件的受害者。其中一个视频里，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哭诉自己剩余时间所剩无几，最近甚至开始看见死去多年的亲人。视频最后，女人突然瞪大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随即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画面戛然而止。奎恩吓得猛然后退。就在这时，余光里似乎闪过一道人影，像是昨天刚刚死去的戴夫。他猛地开灯，房间里却空无一人。与此同时，手机里的倒计时软件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鬼笑，吓得他一把将手机摔在地上，逃进车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直奔手机店，咬牙买了新手机，换了新号码。那旧手机该怎么办？当然是扔掉了。这种带倒计时的手机，谁又会收呢？确认屏幕上没有那个该死的软件后，奎恩终于松了口气。可就在他转身离开的瞬间，伴随着一声恶魔般的尖叫，倒计时软件赫然出现在屏幕上，无论怎么点击删除，都纹丝不动。老板一脸茫然，表示从未见过这程序。奎恩失魂落魄地回到车上，倒车时差点撞到路人，惊魂未定之际，他瞥见倒车影像里赫然映出一个高大的黑影，可回头望去，车后空空如也。冷汗顺着奎恩的脊背滑下，他刚要发动车子，身后突然伸来一双大手，缓缓搭上了他的肩膀。那男人骂骂咧咧地拽着奎恩的衣领，指着自己雷克萨斯的刮痕不依不饶。就在他扬起拳头时，马特从手机店冲了出来，警告他不要对奎恩动手，否则自己会让他好看。接着马特拿出一叠钞票打发走了男人，还亮出了自己的手机，问奎恩是不是也收到了这个东西。两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同样都是倒计时的受害者，他们都发现了诡异之处。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100岁，而他们却被判了死刑？除此之外，他们两个都收到了倒计时的提示，说他们违反了用户协议，也就是每个软件在注册时让用户点击同意的条款，而条款里面的内容他们两个当时都没有仔细看。为了搞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他们拦住一个醉汉，诱使他下载软件。就在醉汉即将点击同意时，两人抢过手机，果然协议里藏着恶魔的霸王条款，用户应接受其命运的条款，不能使用倒计时提供的信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否则都将视为违反约定，恶魔会强行过来收走你的灵魂。现在你在注册新账号时，还敢不看用户条款吗？恶魔的卖身器就是这种藏在犄角旮旯的文字陷阱，如果不仔细阅读每一条合同条款，只怕最后成为了被奴役的包身工。同样是按契约行事，电锯惊魂则充满了机械和冷酷，而午夜福音式的因果报应在这里也能玩出新花样。这种规则类恐怖最妙的地方在于，恶魔会严格执行每一条约定，但最讽刺的是，当角色终于读懂游戏规则时，往往已经深陷死局。这种慢慢收网的窒息感比直接跳出来吓人高级多了。马特想起自己退掉的火车票，奎恩则惊觉自己取消了全家出行计划，他们都在无意中试图改变命运，因此招来了恶魔。驱魔这种事儿还得找专业的人来做，于是他俩赶紧来到一座教堂。教堂里，老神父听完讲述后沉吟了一下，接着讲述了一个中世纪王子的故事。一位年轻的王子被老国王叫到前线去鼓舞士气，王子害怕自己会在这场战争中去世，到时候王位被自己的弟弟夺去，于是他找到了一位吉普赛女人，问他自己会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那女人没有说话，递给了王子一张带数字的纸条，而纸条显示他3天后就会死亡，刚好就是那场战争的时间。吉普赛女人警告王子不能用这纸条去救你自己，王子表面上同意了，但他转手就把纸条递给了自己弟弟，让弟弟代替自己去打了这场仗。庆幸的是，他老弟活了下来，赢得了战争。同时，一个叫奥丁的恶魔就找上了这王子，折磨了他几天之后，在倒计时归零的那一刻把王子给杀了。两人的心沉到了谷底，死亡好像已经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但神父还是有办法，他要奎恩·马特找来软件的代码，看看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玄机。夜幕降临，手机店老板原本要正常下班，但此时他被银行卡里的数字狠狠震撼，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不由
一会儿，屏幕上跳出大段代码，第一页是一段看不懂的拉丁文，奎恩就赶紧用手机拍了下来，而后面则跟着密密麻麻的姓名与倒计时。奎恩赫然发现妹妹的名字也在其中，时间也是所剩无几。老板迅速修改了所有数据，妹妹手机上的数字也变成了86年。两人长舒一口气，以为危机解除了。这一晚，奎恩主动邀请马特到他家留宿，两个人在诉说彼此的心事之后相拥而睡了。时间到了后半夜，卧室的顶灯闪烁了几下后突然熄灭，奎恩紧跟着惊醒，但感受到马特温热的胸膛，他又不由得松了口气。突然，他瞥见房门外一个模糊的影子闪过，他赶紧呼喊着旁边的马特，但没想到奎恩浑身一颤，突然意识到搂着自己的马特不太对劲，那根本不是马特，而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此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屏幕上原本被修改的倒计时数字开始疯狂倒退，最终恢复了原来的死亡时间。这简直就是在重演俄狄浦斯。奎恩们越是拼命修改倒计时数据，死亡倒计时反而跑得越快，就像俄狄浦斯越是逃避预言，就越是一头撞进既定的轨道中。恶魔倒是冷笑着看人类徒劳挣扎，所有反抗最终都变成自投罗网。特别讽刺的是，那些看似聪明的保命操作，结果每步棋都精准踩中了恶魔设下的陷阱。就像俄狄浦斯离开养父母，反而遇上生父，亲眼见证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走错了每一步。与此同时，同样在家的妹妹也惊叫起来，她的手机诡异地出现在了隔壁房间。等她拿起来时，一只手从背后拍了她一下。妹妹强装镇定回到了房间，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倒计时也在快速清零。正当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门口的感应灯突然癫痫一般闪烁起来，奎恩冲过去死抵住房门，可当他转身时，门锁竟自己缓缓转动，门诡异地被打开了。妹妹吓得钻到床底，却听到早已去世的母亲在耳边呼喊着她。Jordan, where's your sister? 妹妹惊慌地拉开大门时，正好撞见了赶过来的奎恩二人。镜头一转，三个人结伴再次找到了神父。当三人跌跌撞撞冲进教堂时，神父正对着电脑屏幕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他指着那段拉丁文代码，解释着内容大概是诅咒会找上你，让你生不如死，直到被彻底摧毁。可能已经有帖子想到午夜凶铃了。倒计时只是把索命录像带变成普通智能手机，得亏手机屏幕小爬不出贞子，但午夜凶铃让观众害怕看电视，倒计时也完全可以让观众从此不敢下载倒计时。无论是下载后将一生紧紧跟随的诡异繁殖，还是死亡前夕的尖叫预兆，都和午夜凶铃的录像带有共同之处。不过神父要所有人放宽心，因为只要是诅咒就有破解的方法，而恶魔撒旦是谎言之父，如果能证明他说谎了，就能破解诅咒。倒计时最少的是马特，于是神父迅速取下银质十字架挂在马特脖子上，又抓来几袋食盐，让所有人用盐画了一个图案。他解释说，只要站在结界内，恶灵就伤不了分毫。盐圈驱魔这个设定堪称西方驱魔题材的经典标配，把厨房调味料食盐和大蒜活生生变成对抗恶魔的战略物资。参考招魂系列就知道，驱魔戏码的精髓在于仪式感，盐圈不是简单的一个圈，而是和结界一样无敌的存在。一切准备就绪，整座教堂的灯光突然集体熄灭，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东西正在包围他们。所有人汗毛直竖，赶紧站到圈里，躲在神父后面。恶魔见自己进不到圆圈内，就搞起了法术攻击。只见马特突然僵在原地，他眼前的教堂消失了，一只恐龙玩具正歪歪扭扭向他爬来。紧接着一个声音朝他发出了提问，那个声音是马特死去多年的老弟。马特浑身发抖，因为他弟当时身患重病，爸妈的目光和关爱都投向了他那边。在一个晚上，马特偷走了他弟弟的玩具，而刚好他弟在这晚也死掉了，这也成为了他一辈子的心结。马特崩溃地解释着，全然不知左脚已经踩出了盐圈。刹那间，所有幻象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恶魔得逞的脸。奎恩追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马特被飞驰的汽车撞飞。他冲过去时，马特已经没了呼吸，瞳孔扩散，而手机屏幕上的倒计时刚好归零。就在这时，妹妹突然捂着肚子瘫软在地。奎恩掀开她的衣服，发现一根断裂的钢筋不知何时刺穿了她的腹部。他赶紧带着妹妹到医院抢救。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混合着血腥气。电视新闻正播报着一列火车脱轨的惨剧，乘客全部死亡，无一生还。奎恩盯着屏幕，浑身发冷，因为那正是马特
原本要乘坐的班次。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突然他注意到了威廉医生，他的脸上仍然挂着令人作呕的假笑。奎恩盯着他，一个疯狂的念头在脑海中闪现，他记得威廉也下载了那个软件。很快他整理了下情绪，主动来到了威廉的办公室，装出羞怯的样子，说那天是自己对不起威廉，其实自己也想跟他进行到下一步，但是那天家里出一点事，心情不太好。威廉眼睛一亮，贪婪的目光在他身上游走。奎恩故作紧张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自己会在隔壁废弃的住院部等他。威廉果然上当，他鬼鬼祟祟地推开废弃楼层的大门，他兴奋地搓着手，以为奎恩在和他玩什么 play， 但回应他的是一记闷棍。奎恩从阴影中冲出，钢管狠狠砸在威廉后脑，他踉跄着倒地。奎恩掏出准备好的吗啡针剂，就在针尖即将刺入的瞬间，一只漆黑的利爪突然从地底伸出，猛地将威廉拖到了一边。奎恩愣了一秒，随即露出了然的表情，这个办法果然行得通。他抄起钢管追了上去。就在妹妹的倒计时即将归零的瞬间，他惊恐地看着无数黑影突然渗出，一只巨手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扔出了房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捡起那只吗啡针剂，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的静脉。既然恶魔要靠倒计时收割生命，那他就用提前死亡打破这个死亡链条。恶魔显然没料到这一招，就像希腊众神常常被凡人的决绝震惊。奎恩的行动证明，真正的悲剧英雄不是死于逃避，而是死于直面，是死于知道一经落万物生以后的自我牺牲。恶魔这下子是真的慌了，整个医院走廊瞬间扭曲变形。奎恩眼前的景象突然变了，日思夜想的妈妈出现在了他面前。正当恶魔以为奎恩被感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针头狠狠扎进手臂。当奎恩倒下去的那一刻，恶魔也无能为力，只能垂死挣扎，紧接着就化成一道灰烬消失了。这边妹妹虽然活了下来，但她心痛的要死，赶紧爬过去抱起姐姐查看她的情况。就在奎恩瞳孔开始扩散的瞬间，妹妹突然发现她手臂上写着纳洛酮，是一种能中和吗啡的一种解药。她发疯似的翻找奎恩的口袋，果然摸出一支预充式纳洛酮注射器，她就赶紧给姐姐打了一针，把奎恩从死亡边缘给拉了回来。游走了几千年的恶魔始终没有想到自己会败在了21世纪化学科技之下。倒计时里的恶魔条款堪称21世纪的浮士德交易，把生死买卖包装成用户协议，让每个点击同意的人都成了现代浮士德。恶魔没有举着羊皮纸出现，而是把契约藏在 APP 那永远没人看的用户条款里。最讽刺的是，主角们注册时随手划过，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签了卖身契。鬼妈妈里用纽扣眼睛象征被控制的灵魂，而倒计时里每个下载 App 的手机都锁住了一个灵魂。但恶魔显然没有预料到人类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奎恩最后的自我牺牲看似认命，实则破局，用21世纪的针管完成了古希腊式的英雄悲剧。恶魔算准人类会害怕死亡，可没料到有人敢提前赴死。这部电影最恐怖的不是跳下镜头，而是散场后再一次注册新 APP。 谁知道那个没仔细看的用户协议里是不是也藏着卖身条款？不是所有电影都有现实的结局，但是每场恐惧都有真实的源头。